我是美貌与智慧不足，逗比来凑数的辣妈猫那个。在分享我的科学减肥食谱之前呢，我先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腹部线条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到，是若隐若现的可怜的腹肌线条。为什么要给大家分享这个呢？那是因为接下来我这一系列的食谱呢，跟腹肌线条是息息相关的。我的这份食谱，我把油脂的比例相对拉高了一些些，那这会导致就是无论你再怎么努力的去锻炼你的腹肌，你的腹肌依然是不是很明显的。视频前的妈妈们，如果你就是单纯的为了就是把肚子给瘦下去，就是为了减脂的话，那么希望我的这份食谱能对你起到有用的效果，谢谢。第一步，我们先来处理生菜。我们先称量好60克的生菜，然后清洗备用。第二步，我们来处理鸡胸肉，将鸡胸肉洗净并擦干水分。我们今天需要65克的鸡胸肉。我们可以选择把鸡胸肉切成肉末，或者用蒜泥机来搅碎也行，看个人喜好。把鸡胸肉搅碎是为了能更好的入味。很多宝宝不喜欢减肥餐里的鸡胸肉，主要还是因为鸡胸肉又硬又不容易入味。现在我们打入一个中等大小的鸡蛋，然后盖上蒜泥机，充分搅拌，让鸡胸肉和鸡蛋充分融合。现在我们来加入调料，0.3克的白胡椒和0.5克的盐，大家可根据个人口味来自由调整，并不会影响总热量的计算。我这里的盐会稍微加的多一些，那是因为如果鸡胸肉里的咸度现在刚好的话，一会儿搭配上生菜，味道就会有点淡哦。你可以选用自己喜欢的橄榄油，并不会有太多的热量差异。今天我们需要5克的油，大家要注意油的重量要尽可能准确，因为1克橄榄油换算成热量差不多是9卡路里哦，所以在减肥过程中控制油脂的量就显得格外重要哦。开中小火，由于油量比较少，所以我们用一个这样的小刷子把油均匀刷开来。当锅的温度开始热起来的时候，把鸡胸肉糊糊倒入锅内，然后均匀摊开薄薄一层，形状大致上比全麦卷小一些即可。用中火煎大约3分钟左右，鸡蛋糊定型了，就可以翻面了。翻过来是这样漂亮的金黄色，然后继续煎大约1分钟左右即可关火。接下来我们来处理牛油果。牛油果是非常好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，除了有利于心血管健康外，还能增加饱腹感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牛油果对于过敏体质或者消化功能不佳的人群不太友善哦，所以请大家酌情食用。我们今天需要20克的牛油果。下一步，我们往牛油果里加入几滴醋，大约1至2克即可。
以达到防止牛油果氧化变黑的目的。当然，嫌麻烦的宝宝可以省略。我们今天会用保鲜膜来包，一方面从卫生角度，另一方面是从方便携带的角度考量。上班的宝宝可以带到公司去试试哦。现在取出一片全麦卷，放在保鲜膜上，再把煎好的鸡蛋平铺在其中央。然后再把生菜一层一层的叠加上去。现在加入牛油果，然后轻轻提起全麦卷的一头，两只手慢慢的边卷边压紧。我们先整理一下全麦卷，尽量让它的颜值看起来稍微高一些，然后就赶快用保鲜膜紧紧的包裹起来。现在我们的鸡胸肉全麦卷就完成了，下面给咱的劳动成果来一个大特写。对于一个吃货来说，减脂餐最大的缺陷就是索然无味，甚至难以下咽。这款减脂餐绝对会打破您对传统减脂餐的固有印象，有兴趣的宝宝可以试试看哦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